Hello 啊，大家终于要开始看《突变英雄》了。这个片儿感觉已经预热了有2年了吧，我一直是挺期待的。不过国产的动画其实我看的特别少，这一部绝对是我非常期待的。它好像最近也连续出了不少 PV，还有一些角色的介绍等等，那些我都还没太看，但是大致能了解一些，就是它的整个设定吧，就好像是一个以人们的信赖值为基本的一个，就是创造英雄的时代。我真的还是希望它能不负我的期待，会是一个好的故事呈现的。说到就是好的故事，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《时光代理人》，我从23年就想着说要看，到现在还没看，今年应该要把它看了。对了，我看《突变英雄》它还有一个就是第1部和第2部，但是好像也都是不同的故事，所以我是没有看过前2部的，所以《突变英雄 X》应该是我的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体验。这个音乐已经对，听说是那个泽野弘之的作曲。完美的那个他，奈斯。这奈斯已经很帅了。人人开创英雄，人人也皆可为英雄。对，玲玲啊，我们这次的客户是谁？你搞清楚了没 ？OK， 他这个画风有点儿。那你最后鬼扯什么人人造英雄，人人是英雄啊？我们要强调的是奈斯。类似于是包装吗？什么热点蹭什么，争夺第一英雄的排位赛今年重启，所以这条 VCR 的结语就是To be hero X。这里的 X 表面上是第一英雄的称号，而深层含义是代表了每个效果。因为是 X 是未知数啊。几岁了，还在做英雄吗？可能没有可能。你看看你。哇，后面的有点像包装明星一样。你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认清现实，努力工作才是你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。可是别嘛，别说了。可是别解释了，去把音乐关了。简姐，是，什么？方案已经收到了。那个中间可能出了点岔子，我们内部还没有。喂，娟姐，可是昨晚你不是？目前感觉声优还不错。玲玲，你给我打包滚蛋！这就是普通人的下场，打工人啊。标题还是做的挺帅气。这就是奈斯。你有房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天哪！不！自己杀自己。够了，奈斯！即便你现在再完美，终有一天也会变老变丑，被取代。Girls Band Cry。哇，这个压迫感好帅啊，已经迷上了。他俩好像啊，长得是不是有点 Arcane 的感觉？好像得是不是也要靠人类的信赖值什么的？
的摔死了啊！他自己跳下去啊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带走。不是我好吧？哎，这周的活动全部取消，就说奈斯闭关，开发新的战斗技巧。真摔！刚才我亲眼看到奈斯跳楼了啊！奈斯，哟，终于醒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架起来。等等，我自己起来。哎，娟姐，我是莉莉安，我就是平时把你们火放的那个黑人肉灵。看来他还是挺关键的。其实他长得很像奈斯。他就从我旁边走过，然后悄无声息的掉下去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没了。哦，对了，说，他还比了个招牌动作。哦，喂，尚总，是，给他一些时间呗，没准会给我们新的惊喜也说不定。好的，好。什么？谁死？不是，有粉丝看不到奈斯，说想他想死了。想死了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奈斯的状态就一直不太好。这次伴随着好好休息一下。可能人们不信任奈斯了。我不能不生，你们抓我也没有用啊！人是死的，但脑筋是活的。我懂了，他们不会要再包装一个奈斯吧？这样看，他跟奈斯还挺像。果然。因为他们本身就可以包装，有点像是那种明星的感觉。尽全力追求完美，所以刚刚那个真死了。你的表情自信要自信。对不起，不许说对不起，也不许自我怀疑。哇，我喜欢这种转场啊！天了，查没查出来奈斯到底为什么要跳楼啊？拜托你搞清楚，被老板逼得跳楼的那个人是他。什么？这不是我吗？我怎么就被自杀了？我杀我自己。所以，没人会关心00的死活，他们更在意的是。我还没做好准备。这真的不就是爱豆吗？世界的万事万物会随着人们的信赖发生改变。但是他长得真的就是一模一样，根本看不出来啊。信赖者们说你是奈斯，就是奈斯，他们相信谁都可以是奈斯。其实上一个奈斯是真的是谁，可能也不重要。信号就会化成你的信赖值不断上升，信赖值不断上升，也会让你的身体发生变化，最终成为真正的他。眼睛的颜色都变了，就已经完全不是自己了。信赖建立需要花费巨大精力，而摧毁它只是弹指一挥间。没想到平平无奇的我，有朝一日真的成了万众瞩目的英雄。哦，别忘了，你还没见你女朋友呢。人生在世，哦，这不爽了。收看《恋爱秘方》，探知我们完美爱情的秘密。这还包那个分配的。我今天也是时隔好久之后第一次和他见面。萧雨清是奈斯的女朋友，我不行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现在你就是奈斯，奈斯的女朋友就是你的女朋友。我的意思是，哦，是最了解奈斯的人，任何细微的闪失都会被他发现。而且这个节目还是直播。哎，你脸红什么？到底是紧张还是兴奋啊？又让他爽到了。他是个舞者吗？奈斯好像刚刚也在练舞蹈。一个后现代华尔兹转身登场，太优雅了，太绅士，太完美了。但确实很帅。真的好美，他怎么没反应啊？是不是刚才动作太浮夸了？可能他们是不是也是那种合作情侣？这也不是。好，两位就站别动，武装，背景，道具，音响，好，直播5秒准备，5、4、3、2、
哇，像个眼睛一样。欢迎大家来到。哇，还挺帅的。我是今天代班主持，也是联合会排名249的英雄，真相之眼。排名也太低了吧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临时换主持？学姐，原主持被起誓揭发直播造假，已经滚蛋了。那怎么早通知我？直播造假。我以为是才会被顶替成代班主持。这好像跟之前娟儿姐给的台本对不上啊！真相之眼，你就是专门来拆穿我的？感觉要被发现了。欢迎啊，奈斯、小野青。这个节目叫《恋爱秘方》，顾名思义，在每段爱情的背后，多多少少都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给我联系节目组，赶紧把直播给关了。那么今天就先测一测，你们彼此到底了解对方多少？请问奈斯，萧月星总共拍过几支广告？总时长是多少？谁知道啊？之前那个应该也不知道。网上得知，骑士好像一直有在调查奈斯。这问题我自己都没算过。既然你们的爱情如此完美，应该不会连这些细节都遗漏吧？总共134条。因为他正好就是粉丝，还是铁粉。分钟4至8。调查了这么久，明明是个……好恐怖啊！这就是追星人吗？这次的广告创意是为了展现萧月清独立自信的一面，服装搭配上会选择更成熟。李啊，你是不是又在自嗨啊？她是奈斯的女朋友，不是你的女朋友，不需要你给她打造人设。你的每一条广告，可都是我的心血。哎，美梦成真啊！我们来玩个游戏，真心话大冒险。那又是什么？好像是测谎。根本不怕，他根本不怕。最重要的品质之一。那么就请奈斯亲口告诉我，萧月清到底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你的完美都是被包装出来的，所以跟萧月清的恋人关系是假的。只要你敢承认，就是撒谎。糟糕，看来骑士已经知道了我是个冒牌货，所以才会特意设了这个局。如果我代替奈斯承认萧月清是自己的女朋友，那么测谎也肯定有份。但如果不承认，那也会遭到质疑，到时候我的真实身份还是会被扒出来，怎么办才好？这么感觉他就是故意刁难奈斯的，毕竟他们有排名关系吧，可能也算对家。萧月清不是我的女朋友。啊，说什么话？不出所料，完美英雄并不完美。奈斯，你其实萧月清一直是我的女神。哦，也没错呢，甚至还挺暖的，真心的流露了，属于是。啊。全是真心话。但是这个画风也有变，有这种变化，挺有意思的。完了，人家粉丝更支持了。我服了。都是 boss。奈斯，千万不能被他认出来。这是谁？好像是我们刚解约的广告供应商。奈斯，你的英雄形象都是他的团队，
这主持人真的准备的很周全。他被你逼得破产，他的年轻员工林林也因此而跳楼。但是跳楼的是，原来那条新闻唯一的一个浏览是你贡献的。什么时候结束？这也太真实了。反复提修改造成亏损，说好付款你们也从来没有给过。奈斯，团队就是因为压榨廉价劳工被辞退。这是私怨了，已经是。这些白痴是249天，249。奈斯，我跟你没完！我不能逃避，我不想逃避。哦，这 BGM 再干一把，好抽象。哇，有道理。哇，他已经这么熟练了。他打斗也就是像跳舞一样，优雅优雅，很丝滑。观众反响热烈，我已经是奈斯的粉丝了。但是他真的已经回不到自己了。哦，社畜。哇，这个，哦，太真实了，好难过啊！正是背在员工的恐惧，让我重新获得了力量，也是一种执念。前所未有的力量。那时，你有一盏明灯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能真正驾驭恐惧所带来的破坏力。这设定还不错。这个旋律，哇哇，都是邮件的感觉。再一次，啊！这有点让我想到，电锯人有一个，也是吸收人们的恐惧。没时间了，炸了！炸了！哦不！这就是他的大招吗？敢 do？ 笑死我了！已经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。哇，恐惧这样席卷他，把他光鲜亮丽的外壳剥去了。哇，这个音乐！哇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精灵，怀揣梦想的人都是闪闪发光的。哇，最好的自己，曾经那个自己已经倒下了。哇，已经蜕变了。
他自己信任了自己。也都有成为英雄的可能。哇哇，好好听啊！这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啊！不仅是别人相信自己，自信也是一种信任。哇！据报道，上周发生在恋爱地。哇，这真的太燃了，做的很好啊！而且他真的已经完成了他的一个蜕变，他现在又是00又是奈斯的感觉，这个时候的奈斯已经是他的版本了。那人气飙升，看来你还挺胜任这个角色。我本来也以为自己只要扮演好奈斯就行，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你说的对，现在的我就是奈斯。既然这样，终于可以送你回家了。你指的是？英雄塔。哇，英雄塔这么帅！居住的楼层是由排名决定的，排名越高，住的也越高。怎么样？从这里看，是不是景色很美？娟姐，查出来他跳楼。所以他真的就跳楼了。总有一天，哦你也会和他一样不，面临选择。晚安，好好享受属于你的。这么看的话，之前的奈斯也可能已经轮过好多人了，每个人都在做选择。床呢？原来在这儿！困死我了！可真舒服。萧月清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对了，他跟奈斯已经同居了好久。这就是粉丝吗？啊！我去！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他也做了自己的选择吗？还是他被人谋杀呀？哇，这是异地吗？哇，不是，我真没想到，这吓得我心跳直升。OP， 哇，我心都跳出来了。这个停顿就很醉红志。很好听哦，我好期待好多其他的英雄啊，感觉好有意思。这就是应该是第1名，就是最开始的预告就是他，好像我看过他那个 PV。哇，很喜欢，我觉得第1集就很惊喜。
感觉可能也是因为基于他们这个世界的设定，因为人们的信赖制造就这种英雄的话，那当然也会有这种公司去包装这些英雄，就是类似于作为他们的一个卖点，有点像是包装明星立人设一般吧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些英雄的名字，或者说这些英雄存在，有点像只是一个皮套一样，皮下可以换很多人，只要他们公司能够包装好，大家能够相信，直到他们自己也相信自己就是这个英雄，他们就可以继续下去，无限迭代。不过上一代奈斯他的这个选择就是自杀，其实也多少能够点出一些就是这样子的系统下会存在的悲剧吧。就是他们这些英雄一直是在受众万众瞩目，人们的信任和期待会这样子不断投射在你这个英雄身上，你已经可能就不断的失去了本身的自己，而已经迷失在了这其中，所以可能已经有这种身份的割裂感，很容易受到这种舆论或者外界压力的影响，然后就可能会选择自我毁灭。这个设定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就是他们这个反派，也就是恐惧的这个塑造吧，就是在这些美好的期许期待的对立面，就是这种恐惧和高压，而真正最后打败这种恐惧的方式，也是就是玲玲她相信了自己的力量。不管是外界还是源于自身自我的这种信任，也会成为一种枷锁，一种束缚吧。整体现在看下来的话，不管是音乐、画面流畅，制作水准还是非常精良的，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故事。那这期视频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